3个德国飞行兵刚从死里逃生，身后滚滚的黑烟就是他们坠毁的战斗机。最为强壮的大个子拖着物资缓步前进，他们靠着指南针辨别方向，希望可以找到驻扎在山脚下的德军部队。大个子拉着物资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朝着悬崖的方向下坠。还好他反应迅速，抓住了岩石，可身后拖拽着的补给成了他的累赘。人命关天的时刻，怎么还顾得上物资？队长命令他松手。大个子听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松开了物资。两人把大个子拉了上来，心里都五味陈杂。年轻的士兵哭了，他好害怕会被冻死在这冰天雪地中。虽说队长心里也没底，但他知道不能表现出担忧的情绪，要负起责任。三人继续前进，走着走着，突然透过风雪看到一座小木屋。进到屋子里后，他们开始检查周围的一切。虽然里面的设施有些简陋，但对于绝处逢生的他们而言，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尤其是这台可以提供供暖的火炉和一袋可以为他们续命的燕麦。正当大个子要点燃炉子的时候，屋外传来了一阵声响。三人赶忙来到屋外一探究竟，发现竟是2个英国飞行兵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这2拨人正是被彼此互相击中坠落下来的，场面一度尴尬。这时德军队长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，他邀请2位英国士兵进了屋子。就这样，水火不容的2拨人一起住到了同一屋檐下。进来之后，2个队长互为礼貌地握了个手。在之后的物资分配中，德军仗着有武器，宣布英军2人成为战俘，然后用木棍画出了一道38线，一方属英军地盘，而另一方属于德军。这时英队长提出，既然我们成为了战俘，那根据日内瓦合约，我们应当享有1日3餐以及运动设施的待遇。德队长听完拿出了那袋燕麦，表示这是唯一的粮食。至于运动设施， May I introduce you to the beautiful Norwegian countryside? 面对残酷的现实情况，2个英军迫于无奈只能选择接受。但私下里，队长想了个主意，偷偷告诉了自己的副手。他让副手想办法激怒德军，寻找机会拿下主权。到吃饭的时间，英队长拒绝蹲在地上进食，认为这样有辱尊严。于是德队长搬起桌子，横跨在国境线之上。2人刚要坐下来吃饭，谁知德方3个飞行员竟不约而同地换上了军装。看到他们的反应，英方这边也认真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在茫茫雪地一个简陋的小木屋内，5个士兵各自端庄地在同一张桌子上喝起了燕麦粥。晚上，年轻士兵受伤的胳膊开始发炎，英队长看到后告诉他们，军用指南针里配有酒精，可以帮助杀菌，这应该是军人的基本常识。德队长照着他的话砸开了指南针，顺利的帮他消了毒。失去指南针之后，德队长也在英国人面前露了一手，他向英队长借来了丝巾，在钢针上不断摩擦，这样钢针就具有了磁性，放在浮木上就可以用来辨别方向了。第2天依旧是暴雪的天气，英方不想在这样的天气里出发，但他们现在是德军的战俘，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在暴雪中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几人走散了。无奈之下，5个人又重新回到了小屋里。直到几天之后，食物消耗尽了，他们只能到屋外的雪地挖些青苔，虽然难以下咽，但至少能让他们继续活下去。饭桌上，英军副手与德军年轻士兵起了争执，原因竟是年轻士兵不相信副手百发百中的实力，认为他是在说大话。副手向德队长借了3枚子弹，然后用年轻士兵衣服上的纽扣做靶子，接连2枚都命中目标。年轻士兵还是不信，说他不可能3枚都命中。这一次，副手便故意的丢向他的脑门，年轻士兵感觉自己被耍了，很生气，但其余的4个人都被这一幕逗笑了。小屋内的气氛难得这么轻松。事后，副手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鹿群经过，他急切的向屋里求援，可是鹿群都已经走远了，屋里的人才出来，可惜这美味白白从手中溜走。回屋后，副手叫住了年轻士兵。I have to say, Chapter 2 was a little rough on my ass. 原来副手故意把他的书撕掉，用来上厕所了。这本书是他的信仰。年轻士兵当即爆发，举起手枪要给自己的信仰报仇。不过在几人不断的劝说下，他还是放下了仇恨，把枪也扔在了地上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副手一个箭步夺走了手枪，并用年轻士兵做人质，威胁德军放下武器。德军无可奈何，只好听命于他。这下英军拿到了主权，德军成为了他们的战俘。第2天，副手和大个子出去搜寻食物，希望他们还可以遇到昨天的鹿群。2个人在雪地里走着走着，他们看见了一只兔子。大个子还没反应过来，突然1枚子弹划过他的耳边，远处的兔子被击中。今晚终于可以开荤了。在他们搜寻食物的同时，屋里的人也没闲着。几天下来，取暖的木头已经烧完了。英队长让德队长把支撑梁拆掉，用来取暖。德队长提出抗议，在被拒绝之后，无奈他还是照做了。不出所料，房子真的开始摇摇欲坠。2人急忙用身体支撑起房梁。在他俩的力气快用光的时候，副手和大个子回来了。他们赶紧拿工具把屋里的房梁
顶住。通过这次，两方人在共同经历患难后，也决定冰释前嫌，要一起合作共度难关。美好的日子持续了没多久，在一天深夜，年轻士兵的伤口发生溃烂，出现了坏疽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他的生命将受到威胁。为了防止情况继续恶化，他们决定将手臂砍掉来保全性命。在收集燃料准备手术时，他们意外在地板下发现了一箱补给，里面有不少腊肉和几瓶酒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这下不仅有了食物，连麻醉剂也有了。四人合力将年轻士兵灌醉，等他完全睡过去之后，德队长亲自主刀完成了这次粗糙的手术。到了深夜，几人都没有睡意，他们在小屋里围坐在一起，把酒言欢，畅所欲言。在屋外绚丽的极光下，几人像兄弟一样欣赏着美景，一切界限隔阂都已不复存在。第二天，雪地里难得的好天气，他们知道是时候和这段奇妙的时光说再见了。副手和大个子爬上高地寻找方向，在确定好撤离路线之后，两人嬉戏着向小屋的方向返回。这时，驻扎在山脚下的英军搜查队发现了他们，他们在暗处开枪击毙了穿着德军军服的大个子。之后，搜查队来到小屋，把一行人带回了军营等待审判。英方两人被怀疑通敌，要接受调查；德方两人则被直接送去了战俘营。电影改编自二战时期的真实事件。英方两人回到英国后，再次被选中执行任务，很不幸，他们又一次被击落，副手当场丧生，队长则被关进了集中营里。而德方两人被送往战俘营后，服役了7年才得以释放。1977年，德队长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英队长打来的。之后，两个人以朋友的身份在伦敦见了一面。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，也是一个残酷的冬天。在战争中，他们终究是要形同陌路，所有人都没有错，归根结底，战争才是罪魁祸首。